听故事学中文，一起走进中国。小文，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遇到那种骑着电动车，车后面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快递员？有啊，到处都是。我住的公寓楼下，每天早上7点开始，就有好几个快递员来来回回。他们那个车啊，包裹都快掉下来了。我有时候想，这得装多少东西？对，那个画面在中国特别常见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超过300万的快递员，差不多每500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是送快递的。等一下，300万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因为中国人太爱网购了，平均下来，每天全国要送出3亿个包裹。3亿个！我的天，那这些快递员到底是怎么工作的？我是说，我每次收快递的时候，感觉他们就停留10几秒，然后就走了，特别快。那今天咱们就跟着一个快递员，看看他的一天是怎么过的。我之前专门观察过一个在北京送快递的师傅，姓张，30多岁，老家是河南的。河南？他为什么来北京送快递呢？这个其实挺普遍的，很多快递员都是从小城市或者农村来到大城市打工的。张师傅之前在老家做建筑工，但那个工作不稳定，冬天就没活了。后来听老乡说送快递收入还行，就来了。收入大概有多少？1个月差不多7、8千到1万块钱，但是要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。12个小时，那一天是怎么安排的？早上6点半，张师傅就得到快递站点去。站点就是那种像一个小仓库一样的地方，里面堆满了前一天晚上从分拣中心运来的包裹。哦，我懂了，就是那种看起来有点乱，到处都是纸箱子的地方。对。然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属于他负责区域的包裹找出来。每个快递员都有固定的送货范围，可能就是几个小区或者几条街。那他怎么知道哪些是他的？手机上有个 App， 扫一下包裹上的条形码，系统就会告诉他这个包裹是不是他负责的。然后他要把这些包裹按照送货的路线顺序装到他的电动3轮车上。这个得装多久啊？差不多1个小时，因为你要想好顺序，不然到时候找起来麻烦。张师傅一般早上要装100到150个包裹。150个，那个车能装得下吗？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堆得像小山，有些大件还得用绳子绑住，不然转弯的时候会掉。听起来就很危险。确实。装完车差不多8点，他就开始送货了。第一站通常是几个大的小区，因为那里订单最多。他是直接送到家里吗？这个要看情况，如果是小件，而且收件人在家，就送到门口。但现在更常见的是放在快递柜里或者小区门口的菜鸟驿站。菜鸟驿站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代收快递的小店，很多小区门口都有，专门帮居民暂时保管快递。这样快递员就不用一个一个爬楼送，效率高很多。Canyon Station is like a pickup point where packages are stored for residents. 哦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快递这么快，因为不用每个都送到门口。这是原因之一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快递员的工资是按件算的，送一个包裹他可能赚8毛钱到1块钱，所以送的越多，赚的越多，他们就会拼命提高速度。等一下，8毛钱一个，那150个包裹才120块钱。对，所以他们一天要送200到300个，才能赚到那个7、8千块的月收入。天哪，那他们中午有时间吃饭吗？时间很紧，张师傅一般是下午1点左右，找个路边摊，花10分钟吃碗面或者盖饭。只有10分钟？因为下午还有新的包裹要去站点取，一般下午2点他要回站点，再装一车下午和晚上要送的件。这也太辛苦了。而且我想问，如果遇到那种客户不在家，或者地址写错了，怎么办？这个就麻烦了。如果客户不在，他要打电话联系，但有时候电话打不通，或者客户说晚上才回来，他就得晚上再跑一趟。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
而且还拿不到钱。就是这个问题，如果一个件送3次还送不出去，可能就得退回去，而且他还要倒贴钱。倒贴钱？为什么？因为公司会罚款。如果客户投诉说没收到或者快递丢了，快递员要自己赔。这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所以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。你想啊，一天要送那么多件，还要担心被投诉、被罚款，还要跟时间赛跑。那他们晚上几点能下班？差不多晚上8、9点。但如果是双11那种购物节，可能要干到半夜。双11我知道，就是那个所有东西都打折的日子。我看到新闻说，那天中国人能买几百亿的东西。对，去年双11当天产生了超过5亿个包裹。那段时间，快递员基本上每天要工作15到16个小时。这我突然有点理解，为什么中国快递这么快了，是因为这些快递员太拼了。但不只是人拼，背后有一整套系统在支持。比如说，张师傅的手机 App 会根据 GPS 定位和大数据，自动给他规划最优的送货路线。哦，就像 Google Maps 那种。差不多，但更复杂。系统会考虑路况、红绿灯、小区门禁，甚至会预测哪个时间段客户更可能在家。这听起来好高科技，但我还是觉得这个工作对人的要求太高了。他们不累吗？当然累。张师傅跟我说，刚开始送的时候，每天晚上腿疼得睡不着觉，而且不管刮风下雨下雪都得送。下雨天也要送，那包裹不会湿吗？所以他们要自己准备雨披，把包裹盖住。但是雨天路滑，骑电动车特别危险，每年都有快递员出车祸的。小华，我想问一个可能有点奇怪的问题：中国人对快递员是什么态度？我是说，在美国送快递的工作怎么说呢？不是特别被尊重。这个问题很好。在中国，快递员的社会地位确实不算高，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。但是我觉得他们超级重要啊！没有快递员，那些包裹怎么送？对，所以现在有些变化，特别是疫情期间，很多人在家隔离，全靠快递员送生活用品，大家才意识到这个职业有多重要。那客户对他们态度怎么样？友好吗？大部分时候还好，但也有一些客户特别苛刻，比如说要求必须送到门口，不能放快递柜，或者稍微晚一点就投诉。投诉会怎么样？一个投诉可能罚50到200块钱，所以很多快递员对客户特别小心，说话都特别客气。哇，这让我想起来，有一次我收快递的时候，那个快递员一直在说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，我又没有生气。对，因为他们习惯了，说不好意思是一种自我保护，避免客户觉得他态度不好。突然有点心疼他们。那他们会一直做这个工作吗？还是说只是临时的？这个因人而异，有些年轻人是把送快递当做一个过渡，赚点钱，然后学点技术，换别的工作。但也有一些人，比如张师傅这样的，可能会做很多年，因为在大城市也没有更好的选择。那他们有没有什么保险或者福利什么的？这个就是问题了。很多快递员其实不是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，而是跟站点签约，或者通过平台接单，所以他们没有五险一金。That's Social Insurance and Housing Fund in China。什么是五险一金？就是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生育保险，还有住房公积金。正式员工会有这些，但很多快递员没有。那他们要是生病了或者受伤了怎么办？只能自己掏钱，所以他们一般不敢生病，也不敢休息。这听起来真的太不容易了。小华，我现在有点理解为什么中国快递又快又便宜了，因为这些成本都被快递员承担了。可以这么说，中国的电商和快递系统确实是建立在这些非常努力、非常能吃苦的快递员身上的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善他们的情况？现在政府和一些平台也在讨论这个问题，比如说有些城市开始要求平台给快递员买保险，或者限制工作时间，但是改变需要时间。我以后收快递的时候一定要对快递员好一点，
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如果你在家，可以尽量亲自收，不要让他们跑第二次。或者如果他们放在快递柜或者驿站，你及时去取，不要放很多天，因为那些地方空间有限。对，这些我可以做到。还有呢？如果快递员态度好，服务好，可以在 App 里给好评。好评对他们来说其实挺重要的，会影响他们的考核。好的，我记住了，小华。今天这期节目让我学到了很多。我以前只看到中国快递很方便，但从来没想过背后这些人的故事。对，其实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便利，背后都有人在默默付出，快递员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突然觉得下次收快递的时候心情会不一样了。那下次你收快递的时候，可以跟快递员说一句辛苦了，这3个字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一天里最温暖的时刻。辛苦了。好的，我一定会说的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小华给我讲了这么多。不客气，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。你还想了解中国哪些岗位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听故事学中文 ，Learn Chinese, Meet China。再见。